2班，你这约谁约到班啊？哦。这个招牌啊，是啊，就是拍那个，就主要是你来讲啊，你讲话，我知道没问题拍。主要我讲话，是吧？我又没有去过。哎，去那个不一样。不用紧，我们就谈啊，我们在车上谈啊。我就去看看，有个车河就好了。有个车河啊。是吧？我在车上问你一些东西，然后你就答哦。所以这一集的主角就是你啦。啊，南城是他现在的名字啊，还是以前也叫南城。现在的南城？啊，他以前的名字跟现在没有差别，都叫英文名叫 South City Plaza。啊，不然 Viva Home 他以前叫什么 UG 区一样嘛？啊，对。曾经他有很多茶商在那边摆上。对，南城广场曾经很多茶商在那边。现在没有了，是在什么时期突然间没有？是那种经济风暴的时期，大家一起慢慢开始搬吧，因为它开始没落了嘛。一开始南城广场挺热闹的。没落是什么？是因为大环境啊，这样有 COVID 啊这样。不是，它就越变越像一个死城咯。就是没有人来啊，然后在那边活动范围的人都是附近 office 的人啊，已经没有就是没有新的人去那边了啊。所以这样风水问题这样子啊。有这方面的考量啊。然后是发现说慢慢一家一家搬出去了啊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，所以我也不清楚到底那边变成怎样。所以是那种茶厂只是搬出去，然后也不是讲倒闭啊，就是他可能搬去。有一些是关掉了。有一些是关掉了，然后有一些是搬走了。我不知道是搬走还是关掉了，有一些。就总之就是一间一间跟着完了哦。那个年代的会卖什么多？那个年代是刚刚普洱 hit 起来没多久，然后红着六堡的过渡期吧。那时候是普洱还很热一下的，白茶那时候就没有这么普遍。所以在这样热闹的一个聚集点，他会有办过什么一些？有啊，曾经茶艺协会和我们我创办的那个茶馆具有小猪，还有另外一个书法社叫汉墨林，协办一场茶席比赛，就是茶席上的一个设计啦，就大家各茶馆啊、茶友啊，把这些东西排出来这样咯。这个去年好像也是茶艺协会对，去年茶艺协会也就搞了一个茶席比赛。对上一次就是在南城咯。哇，都距离很多年了哦。很多年了。这比赛这样难进行呢？主要是没有人推动啦，说难不难的，那时候氛围比较好，大家就比较能够响应一起来做这个茶席的一个设计。当时也没有那么复杂，去年呢还要写上一定的解说，你这个设计概念还是什么啊？然后当年的呢就比较简单一点，就单摆出来然后大家拍照，然后那个评审评分这样的模式啦。茶店经营不来，可能是一些硬件的东西啦。可是这种文化上就比赛这种东西，它为什么也会跟着断呢？它是建立在什么情况？推动的人跟响应的人哦，就是当你办一个活动，你希望有人来参加嘛，可是你办了过后，然后寥寥无几，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嘛，就没有兴趣要办了。然后还有就是你办这样的活动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实际上的那个商业效应的，这种就是纯粹就是一种对茶艺文化的一种交流罢了，就是各家各茶人的那个对茶席的那个认知，然后对茶席的那种特别的那个要求就这样咯，就是主办的人跟就是邀请参加的人都不 hot 了啊，很简单，现在的话来讲就不 hot 了，一时过去就过去了。
着的，在路上的。进去，啊，这边是南城广场。那种在那种石磨里面摆档的嘛，石磨里面摆档的。以前没有石啊，以前有人啊，结果越来越死了。沸腾着的，不安着的。你要去哪？为什么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呢？也是这样有个默契呢？这一点我就不是很清楚了。不过通常茶商会聚集在的末呢，通常会相对租金会比较便宜啦，主要是，然后人流不会太差，有人流，然后相对租金不会太贵。所以算是管理层次的有 offer 给卖茶这样子。也没有啦，因为主要是他们招商也没有招到很成功，所以到最后就茶商就会往这些比较成本低的地方去了。就地重游啊，超过10年了，差不多咯，应该差不多。啊，就地重游啊！哎呦，还有哦，哎，还有在哦，一心茶庄，当年就到现在了哦。它是开的比较迟的这一间，这一间开的比较迟。然后呢，啊，来拍一下，今天应该没有开过啊。然后那间呢，红色那一间呢叫茶陵，啊，是一对夫妇开的。他们呢搬去哪里呢？我就不记得了，应该是搬了这个这间红色这个茶陵。然后呢，所以他走了，到现在有租出去那个店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边还有一间金石轩。其实这整层都是以前没有啦，没有整层啦，就好几间哦。这间是金石轩，只不过執掉了咯。啊，執掉了。然后当年就是这个老板支持我们搞一个网站的，结果还是没搞成。网站啊，这有这样都算支持这个茶文化啊。哎，这边还有一间叫自在坊哦，就证明这边还有不少店吗？有啊，这个后来的逍遥茶居。对哦，逍遥茶居好像是跟之前的刚才我介绍的金石轩，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家老板。我刚才你指的都是本地人啊。一心茶庄刚才转头那边是中国的，然后呢，红色那一间呢，茶陵呢就是本地的。哦，啊，店面了，就这样子。你的店那样？我的店不在这边，我的店在外面。外面是讲外面？就外面店铺楼上，然后这边应该摸的外面是摸的外面，摸的外面。没有进来的，你们想要进来？当时因为我认识那个业主嘛，认识那个业主，业主就给优惠我咯。哦。啊，就比这里还便宜啊。啊，然后楼上还有的，可是楼上应该是叫大有吧？大有哦。哇，还真是一片唏嘘。没有在这边，在上。哎，还有啊，雪兰莪大有，招牌还在呢，就不知道老板有没有在。你是认识啊？认识。哎，大有，全部都不太有人了。啊。哦，没有了。博士用。Code for MCO 2.0。啊。
3月4号啊，应该是开了吗？推一下看。没有，走吧，就这样了。这样去买你的店咯。好，可以啊。这边下去先。就这2层，当年也是这2层了。当年底层还有的，可是那个是没有招牌的，类似中国人在这边开的那个有卖花瓶啊什么啊、那些。啊，以前的照片你有啊？没有？没有啊，一点点也没有。以前办活动的照片就还有啦。办活动是在这里办啊？办活动在下面大厅哦。以前就在这边办活动了。这边这一区，就是那个当年的那个茶席比赛啊，是在这边哦。啊，那时候是茶艺协会是有办一个茶展，小型茶展在这边，然后我们是帮忙协助搞那个茶席比赛，然后还有文艺表演的，就有现场弹古筝啊，然后写书法啊。所以你以前也是会员啊？你没有帮忙了现在？到现在也是会员啊 ，lifetime 的嘛，只是最近比较忙。作为会员会做吗？会员最主要就是出席那个学会的活动哦，学会的活动哦。然后除此以外，其实就没有什么了，帮忙召集咯。你这样也没有什么年度的活动啦？年度活动通常会员大会哦。不知道讲活动啊，event 啊，是吧？开会，你开会开什么？会员大会来来去，每个学会都差不多的嘛。哦，他们讲，哎，今年要搞这样的东西。有曾经搞过一场活动是周年庆吧。哦，这曾经现在，好像今年他有讲，哎，要搞什么嘛？今年啊，这2年本来是要大作为的，本来是计划去武夷山做一个考察 trip 这样的，就是去实地考察这样的一个都是因为疫情啊，然后就好像等咯，听说等咯，就等疫情啊，全部都。这边还有金海，有啊，是有。我觉得金海就是那个米花湖那个。对，金海就是其实我忘记了他第一间店，他好像有在鱼区开过的。你的金海啊？金海的是中国人开的，对，金海是中国人。现在算是开到最大的一个中国人，算是。franchise 最多的吧？franchise 最多的。因为他本身除了做茶，他还做文玩啊，还有那个叫什么华香白茶啊，对，这个是很出名应该的品牌是他们一起一起。我一年你可以来这里泡茶不错。没有哦，不认识啊。所以经过这一轮来这边闲逛，然后就发现说，原来这边南城广场还有很多卖茶的地方了，其实然后那个还有几家很可能是本地人开的，然后我们可能以后约到机会的话，我们再回来这边只不过因为 MCO， 所以大家可能没有营业吧。可能 MCO， 所以大家没有营业。那种买手机的还火。本来是没有这样多啊，本来这边是没有一讲就讲哎。没有手机，没有手机店的。本来这边没有的，然后这边也是空的。主要是空啊，没有这样多这些 partition 临时的东西的。然后不知道几年前，然后就把下面改成一个手机批发的一个市场。不过应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大家都没有开。老板不舒服啊，年纪比较大，通常2、3点才来啊。好。就在这边呢。因
有没有想要哭的感觉？还好啦，当年亏的时候就真的想要哭啊。我是开茶馆的，我是开茶馆，然后以前这边是茶馆来的，什么？有没有一种无限唏嘘的感觉？